为什么双语原声是大陆演员最难的坎？诚意这一步走对了。难？真的难？你可能觉得我夸张，但今天这期我就想跟各位掰扯清楚一件事，就一件事，为什么双语原声台词这5个字是压在大陆演员头上一道极难跨过的坎？事情的起头是曾志伟那句评价，他说诚意很努力，有内涵，非常专业，还特意点了一句，这孩子提前1个多月跑去香港，闭关苦练粤语。我看到这句的时候，说实话没太激动，因为夸人的话谁都会说。但当我看到后面那个细节，受谎是普通话加粤语双剧本原声拍摄，我一下就坐直了。因为这不是努力2个字能概括的，这是给自己上难度，上到一个很多人根本不愿意碰的 level。先说清楚啊，我是诚意的粉丝，这个我不藏着。但今天我要讲的不是彩虹屁，是行业逻辑。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希望他好，但客观来说，双语原声这件事，就算换一个我不认识的演员来做，我也一样会说这是硬功夫。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叫双语原声台词？咱们得先把这个词拆开。原声就是演员自己的声音，现场收，不找配音演员后期贴。这一步其实已经筛掉一大批人了。然后是双剧本，受谎这个剧，编剧迟一成专门打磨了普通话和广东话2个版本的本子，一个适配不同语言的演员，一个照顾各地观众。导演陆建清那边的要求是，主演的在2个语言版本里都撑得住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同一场戏，你得用普通话演一遍，再用粤语演一遍，而且2遍都得是你自己的声音，2遍都得有戏。这不是难度加1，这是难度乘2。说回这个事，重点来了，为什么这道坎这么难？我给你拆5层。第1层，声。粤语有9个声调，普通话就4个。9个。这个数字我得说一下，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。粤语声调系统的复杂度，对一个从小说普通话的人来说，光是发对音就已经是地狱开局了。第2层，气。台词不是念字，是带着人物的呼吸念。你用母语念，气口是本能；你用一门刚学1个多月的语言念，脑子还在想这个字对不对，气就散了，情就断了。第3层，情。演员最怕什么？怕演的时候被语言绊住。你得让观众忘掉他在说外语，只看到那个人。这个火候很难拿捏，稍微一过就是背课文，稍微一欠就是不入戏。第4层，口型。现场原声双版本，意味着2种语言的口型都得对得上，都得自然，后期还不能靠配音救场。第5层是工作量本身。双剧本等于把一部戏的台词量、排练量、拍摄量直接往上翻，这个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别小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得处理一个大家可能刷到过的说法。有稿没写过，说诚意的粤语尚未达到原生母语者标准。这句话我不回避，直接摆出来。但你听我说完再判断，你想想看，原生母语者标准是个什么概念？那是从小在那个语言环境里抛大的人才有的东西。一个大陆演员提前1个多月特训，就要求他达到土生土长香港人的母语水平，这个标准本身就近乎不可能，几乎没有哪个跨语言演员能真正做到。所以真正的重点从来不是他到没到母语级，而是他为什么不用配音这条更省事的路，偏要自己啃原声，还专门飞去闭关特训。说白了，他比那些走捷径的人多走了10倍的路。这一点懂行的都知道，不是个人努力就能轻易换来的，这背后是一整套专业态度在撑着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什么对这个点这么上头？因为半夜睡不着，想起这事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大陆演员的原声台词，这些年一直是个绕不开的话题。而诚意恰恰是少数一直在这条路上死磕的人之一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捋一捋他这条真声路径。早年他演古装的时候，原声台词的占比就一直很高，具体数字我就不报了，免得记错，
反正是那种大部分都是自己开口的水平，但那个方向是对的，就是坚持自己开口。从2022年开始，不对，我重新说，准确一点，从他古装原声打底那几年，一路走到现在受晃的现代剧双语原声，你会发现这不是突然的心血来潮，这是一条清清楚楚往上走的线，从敢用原声到敢用难的原声，再到敢用2种语言的原声。这条路说白了就是他找到了正确的路，然后一步一步往难处走。火候刚刚好的那种稳，不是运气，是一年一年攒出来的。跟老粉聊起这个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个共同感受，他不是那种把努力挂嘴边营销的人，他是把努力放进作品里，让你自己去听，去发现。行，说到这儿，我想聊一个更深的角度，语言集 method。 什么意思？程毅这次演的角色是个心理专家，林燕婷。一个心理专家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？是观察，是侧写，是从一个人的微表情、语言习惯里读出他没说出口的东西。那你想，一个演员要演好这种角色，光背台词够吗？不够，他得让自己的语言方式变成人物的一部分。粤语的节奏、停顿，那种港式对白特有的干脆劲儿，学会这门语言，其实就是在学这个人怎么思考，怎么呼吸。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即入戏 ，get 到了这个点，你就明白他那1个多月的特训，练的根本不只是发音，是整个人物的底层逻辑。哦，对了，这让我想到 method acting 这个路子，其实一直有演员在用，为了角色去学一门手艺，一种语言。我记得有部戏，那个演员为了角色专门去学，那部剧叫什么来着？就是前些年那部，算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你看我这记性，反正是别人的作品，不重要，重点是这个方法论本身。程毅这次做的就是这个路数，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但不绝对啊。程毅走的是一条用真本事换长期口碑的路，这种路走得慢，但走得稳。短期你可能看不到爆发式的回报，长期观众是会记住谁在认真演戏的。好，这期就聊这一件事，我不往别处扯。给各位一个小任务，你去把受晃开机仪式那段程毅全程粤语的发言找出来，认认真真听一遍。你不用管他到没到母语级，你就感受一个大陆演员站在那个场合，用一门苦练了1个多月的语言从头讲到尾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听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感受。我先说我的答案，这条真声之路不好走，但值得被看见。懂它的人会懂，时间也会证明。咱们评论区见。